江宇彻把我和他一起存的结婚基金全转给了前女友。面对我，他无比坦然，彩礼下个月再给你加也不迟，我只是帮青青应个急，影响不到我们的婚期。放心，如果我想跟他再续前缘，哪敢带你来他的接风宴？我直接推开了接风宴所在的包厢门。一轮寒暄后，有人提到我的职业，我笑道，做律师的人死板。说到这，好像江宇彻借钱忘记收借条了，为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，麻烦借款人补一分。所有人面面相觑，包厢内的空气有些凝滞。江宇彻突然揽住我，力道比平时大了不少，扯起笑容圆场。哈哈，他跟大家开玩笑呢。洗澡，我就说你没什么幽默细胞吧，你看都冷场了。我也很给面子，跟着他微笑。在场的人都不傻，气氛瞬间又活络起来，大家互相招呼着坐下。林青青倒是大方直言道，阿彻，你不用帮我遮掩，免得嫂子跟你闹脾气，今天来给我接风的都是老熟人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我被离婚了，财产分割还在落实中，所以阿彻才给我转钱，让我先找套房落脚。说着低头在手机上一阵操作，撞了一下江宇彻，给你转回去了，房子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借钱的事就此结果。江宇彻略带埋怨的瞥了我一眼，我只当看不到。席间有人问到我们的婚期，江宇彻也搂住我宣布，下个月底发喜帖，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，红包都准备大点啊，风小了别怪我让你们做小孩那桌。恋爱4年多，他去哪都会报备，事事跟我有商量。这回擅自借钱给林青青，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。酒过3巡，林青青还在不停给人敬酒，喝得脸颊绯红。江宇彻的视线总不自觉地飘向他，眼底的担忧和心疼我看得分明。散场后，林青青拒绝了大家送她回酒店，说想自己走走。江宇彻抿着唇和我上了车，果然翻起了旧账。都跟你说过，借钱给青青是帮她应急，我跟青青认识10几年了，很清楚她什么样，你有必要上纲上线吗？还在大家面前让她打借条，不仅让她没脸，搞得我也很尴尬。我听得火气直往上窜。我和他都是普通家庭出身，双方父母共同买了婚房，婚礼日期也已经定下。卡里的50万结婚基金是我和他一起存的，其中60%来自我，说好了只用于结婚的彩礼和婚礼。他却连招呼都不跟我打，一笔全赚了出去。难道还有理了？江宇彻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打借条也是免得事后闹得难堪，这不是小数，我们存得多辛苦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换成你处在我的位置，你未必有我大度。他沉着脸没接话。路边灯光璀璨，林青青拎着高跟鞋在路灯下跳舞，黑色鱼尾裙散开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江宇彻猛地踩下刹车，他喝多了，一个人在路上不安全。话音未落，车门砰地关上了，全程没看我一眼，更没发现我因为他的急刹差点磕到头。我透过车窗看见江宇彻走进路灯的光圈，惊得林青青差点跌倒，又被他接入怀中。俊男美女，影子交织重叠，好看的像幅画。洗澡，你开车吧。轻轻吹了冷风，醉得厉害。江宇彻把林青青扶到后座，人还挂在他身上乱动。他手忙脚乱地拉开距离，跟我说话时都没空看我一眼。我的心情很复杂。一脚油门踩到酒店，江宇彻扶着怀里的人对我说，停好车，我等你一起送他上去。这点分寸让我不自觉地照做了。可我停好车后，却看到林青青双手勾住他的脖子，迷蒙的双眼带着泪，唇角泛起苦涩的笑。阿彻，我后悔了，如果当初我没有赌气嫁给别人，留在你身边，是不是会一直幸福下去？红唇距离江宇彻顶多10厘米，我看到他的喉结滚动，望着林青青失魂。同为女人，我也觉得林青青很美。难怪江宇彻以前偶尔会在不经意间抱怨我成天风风火火的，身上没有女人味。我怕看到他们吻在一起，没出息的转身。回家的路在我眼前阵阵模糊。江宇彻和我恋爱这些年，从不在我面前提林青青，我却陆续从他的哥们口中拼凑出一些。他们算是青梅竹马，分分合合多次，后来林青青嫁人，他颓废了很久。所以他表白时跟我说的是，李洗澡，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就像你的名字一样，给我带来黎明的曙光。或许在光里待习惯了，就会向往黑暗，怀念那个把他推进深渊的人。
我抹干泪，自嘲的笑笑。早点认清自己的分量也好，婚前一律当喜事看待。江雨彻比我晚了近1个小时到家，手里拎着满当当的宵夜。宝宝，我看你今晚没怎么吃，路上买了你常吃的几家。我转身进了卧室，他又追过来，从身后搂住我的腰。难得看到你为我吃醋，给个台阶下好不好？我真的只当青青是普通朋友，你都先开车回来把我扔下了，我也主动低头求和，你就别生气了呗。每次他对我说软话，我都不会跟他多计较。可林青青身上的香水味直往我鼻子里钻，她的肩膀甚至还有口红留下的印记，让我直犯恶心，猛地推开他。普通朋友可不会抱成一团。他不悦道，他喝醉了，我扶他而已，什么叫抱成一团？我叫你一起送他上去，就是不想你疑神疑鬼，是你自己走掉的，现在又在闹什么？我食指戳上他的胸口。你扪心自问，林青青说后悔的时候，你的心跳有没有乱？要我上去见证你们旧情复燃吗？没有，他不假思索的大吼，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我对其他女人都保持着距离，你少恶意揣测。我笑了，是啊，你向来守分寸，但2个人睡久了，亲密接触都会变得自然，这个分寸就会变得很近。平时我总在法庭上唇枪舌战，私下里真不喜欢争吵。江雨彻和我约定过，气急了就各自冷静会儿，等气消了再把事情聊开，当天的事必须当天解决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争吵，他没有像从前那样无论对错先向我低头，抱了枕头睡到次卧。在冷战这方面，他倒是跟我很默契，接连几天各自早出晚归，即使碰了面也不说话。他照旧按时回家，该做的报备信息一条不少，我只管忙碌，忙得没有功夫去想与他之间这团乱麻。打赢了手上的刑事案件那天，花店给我送来一捧花。回到家，江雨彻穿着围裙，手里还握着锅铲，洗个手马上开饭，全是你爱吃的，我今天特意翘班回来，庆祝你大获全胜。似乎争吵和冷战都不曾发生过。在餐桌上约我，周末去爬山，大家都带家属，拜托老婆大人给个面子。这几天我在反省，已经认识到错误了，保证跟除了你之外的所有女人保持应有的距离。想到爸妈和他父母每天发来的采购照片，各种婚礼用到的物品在我眼前晃，我憋着气点了头。江雨彻笑弯了桃花眼，不停往我碗里夹菜。可我没想到，爬山的队伍里竟然有林青青。江雨彻凑在我耳边低声解释，我发誓不是我叫来的，之前没人跟我透露消息。林青青却冲着我们笑，说什么悄悄话呢？今天我不请自来，你们不会不欢迎吧？立即有聪明人接了他的话。一路上，江雨彻都走在我身边，刻意跟林青青拉开距离，可耐不住他有心接近，时不时提起他们大学的美好时光。就连中途休息吃蛋挞时，江雨彻还不忘帮他挖掉蛋挞心再递过去。他意味深长地瞟了我一眼，对着江雨彻红了眼眶。原来你还记得我的喜好。江雨彻假装听不见，只把水杯递到我唇边。我突然感觉没意思极了。不等我提出走人，一声炸雷响起，倾盆大雨很快兜头而下，大家忙着奔向避雨的地方，却被雨幕挡住了视线。林青青一脚踩空，惊呼着向我撞来。我听见脚踝咔嚓一声，膝盖重重砸向地面。旁边同样倒在地上的还有江雨彻，林青青被他紧紧护在怀中，毫发无伤。视线交汇，他慌乱却不忘小心地推开怀中的人，翻身坐起查看我的情况。洗澡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我的心像被雨水浇透，清楚地意识到我和他该结束了，用尽全力推开他。别碰我！大概我的模样太过狼狈，其余人走过来扶起我，进了避雨的亭子。江雨彻坐在地上呆滞了片刻才跟上来，可他还没站定，林青青又晃了晃身子往边上倒去。青青！他本能地把人接进怀里，焦急地喊了几声林青青的名字。不行，晕过去了，必须马上带他下山找医生。说话间抱起林青青，要往雨幕中跑。有人拉住他，七嘴八舌。下山的路我比你熟，把人交给我，其他人打救援电话，缩短救治时间。对，你家洗澡也伤得不轻，你留下来照看，我们去2个人就行。赶紧看洗澡去，他肯定扭到脚了。我低头往包里掏药。不用，我跟江雨彻已经分手了，他不配站在我身边。
江雨彻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扭头冲进雨中，声音夹在雨声里传来。洗澡只是擦伤，他不是娇气的人，拜托你们。有人追出去帮忙，女孩们都跑到我身边帮我上药。不娇气的我腾出了泪花。恍惚中，仿佛看到江雨彻让我心动的瞬间。同样的雨天，我吃了场败仗，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刑罚，我自责的走在雨中，是他为我撑了伞，告诉我没必要假装坚强。所有人都只看到我坚硬的外壳，他却能懂我的脆弱，把我当成小女孩呵护。可今天他又要我坚强了。人心果然都是偏的，真爱无法掩盖。雷雨来得快去的也快，阳光再次洒落，天边映出一道彩虹。亭子里的人兴致都不太高，总有人看着我欲言又止。我扶了柱子站起来，抱歉扫兴了，你们怎么计划的不用管我，待会儿我可以和工作人员下山。领头人倒是很讲义气，一起下山吧，下过雨也不好再往上走了。阿彻还拜托我们照顾好你，总得把你好好还给他吧。哈哈，其他人也纷纷点头，明里暗里帮江雨彻说好话，但江雨彻本人却连个电话都没打来。我进医院做了检查，左脚韧带扭伤，右膝盖骨裂，坐着轮椅都没法自己回家。我谢过朋友们的好意，打电话叫来闺蜜夏乐，把她吓得不轻。你车祸双腿残疾了，还是被犯罪分子报复的？江雨彻人呢？我白了他一眼，跟他说个大概。就这么回事，先接我这残疾人去你家照顾几天。他从医院一路骂到他家，才撇了撇嘴嫌弃道。所向披靡的黎大律师，结果就这。我无奈的摇头苦笑。江雨彻的电话和微信消息也接连着来了。你在哪？接电话啊，我很担心你。我赶到医院没找到你，家里也没人，爸妈说你也没回家。是去了夏乐家吗？我不断挂掉他的电话。他又发了不少语音消息。今天我不该丢下你，但青青突然晕倒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说实话，抛开之前的感情不谈，我也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无法做到见死不救。但我跟他真的不可能了，你相信我，往后绝不会因为他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宝宝，我不会再跟他见面，我发誓。我看得心烦，切出了聊天框，整理和他之间的财产分割。跟他一起存钱和买房，是我做过最愚蠢的事，分手都弄得和离婚差不多。初恋的我，还是把爱情想得太过美好，总觉得自己爱的人天下第一好，给足了信任。我罗列好账目，出好协议，头忽然晕得越发厉害。门铃疯狂响起，可是门铃照出江雨彻的脸。夏乐，洗澡在你家吧？我很担心他，开门让我进去行吗？夏乐嗤笑出声。你前女友那个叫林青青的死了没？你不忙着帮她办后事，跑到我家大呼小叫干毛线？滚！可是门铃被夏乐关了，隔着厚重的大门，后面江雨彻还说了什么，我们都没听清。我浑浑噩噩的发起高烧，在醒来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。手机上有一条婚房智能锁被打开的消息记录，里面已经布置完毕，双方父母都不会过去，只等结婚那天进新房。我能想到的只有江雨彻。点开监控 App， 里头的画面让我呼吸停滞。林青青身穿黑色丝质吊带睡裙，脚上踢着属于我的拖鞋，一手勾着江雨彻的脖子，一手探入他的衬衣。阿彻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因为你才离婚的，看到你跟其他女人在一起，我嫉妒的快疯了。你也别欺骗自己了，你根本放不下我，否则怎么我才说一句没地方住，你就带我住进你和黎洗澡的婚房。江雨彻握住那只作乱的手，连看他都不敢。我只把你当普通朋友，而且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别这样。他却完全贴了过去，动作越发惹火，声音也带着蛊惑。到我面前就别装绅士了，你喜欢什么样，只有我才懂。在这里是不是更刺激？昏黄的氛围灯映得江雨彻眼底发红，狠狠吻上喋喋不休的唇。我闭上眼不再看，耳中却又听见他的回应。知道我拿你没办法，你就故意折磨我对吧？林青青轻笑，明明是你在折磨我啊。他们旧情燃的火热。突然一串脚步声向我靠近，嘻嘻，夏乐掰开我的手指，你的手不要啦。我才发现自己死死捏着手机，擦伤的伤口又晕开血花。下一秒，夏乐又叫起来，这两个货找死。姓江的不知道有监控吗？我咧开嘴，
声音沙哑。新装的，我忘了告诉他，是不是很巧？夏乐抱住我，哇的哭出声来。不许你这样笑，比哭还难看。你哭吧，别憋着，我看得好难受。可是我哭不出来，心里堵得慌，却分辨不出是什么情绪。我拍了拍夏乐，他猛地跳起来，抹干眼泪，双手叉腰乱转。打电话给他爸妈，马上一起杀过去。我棒球棍呢？看我不薅死他丫的！我摇头，没力，我现在这样子懒得折腾了。反正监控有视频记录，明天再说吧。这一晚我居然睡得很沉，天亮后精神好得很，分别打电话约了双方父母和江宇彻。夏乐推我到酒店时，被江宇彻堵在过道里。洗澡，怎么突然约爸妈他们？昨天的事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别急着闹到爸妈面前啊。蹲在轮椅前要抓我的手，我拍开他，打量着扣得严实的衣领露出一小截抓痕，表情看起来只有些愧疚，找不见半点心虚。我跟你已经分手了，不用费劲解释。叫长辈过来，只是觉得应该当他们的面说清楚。夏乐气鼓鼓的推着我绕开他，没有越过我跟他说什么，只一味冷哼。他转了半圈，又拦在我面前。别在气头上做决定好吗？我知道你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。当时看到青青晕倒，我是怕他有生命危险，不是故意把你丢下的，而且我也只是把他当成普通朋友。我冷声打断他的话，所以你把普通朋友带去住我们的婚房，把我爸妈送的婚床给别人睡？哦，不对，是你和普通朋友在我的婚房里滚床单，里面大大小小的家具全是我爸妈给我的嫁妆。江宇彻，你真让人恶心。江宇彻的脸色煞白，但很快反应过来。你看到智能开锁记录了？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昨天在夏乐家门口跟你说过的，也发了很多消息跟你解释了啊。青青脸皮薄，遇到困难也不会直说，她那老公不是人，把钱全压着等起诉，真的很可怜。大概是看我没表现出任何情绪，他开始有些急眼了。如果不是上次借钱的事闹得那么难看，他早付完首付有地方住了。我们那套房离上班的地方都远，你也说在里面办婚礼后想租出去，反正都是住人，先借给他住几天又不会怎样。我望着他的双唇不停开合，无法将面前的他和我所爱的人重叠。虚伪、卑劣、无耻，让我甚至接受不了曾经的自己。江宇彻，够了，你的出发点和你的想法我都不想知道，别让长辈们等急了。进包间说。他抓住轮椅的扶手，可能我真的想差了，考虑的不够周到，我马上让他搬走行吗？你向来冷静理智，想想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也想想后果，没必要为这点小事大张旗鼓的闹。婚礼时间和场地都定好了，我们两家的父母都盼着那天，你难道忍心让他们失望？夏乐听不下去，在他说话的时候跑开了。这会儿正领着我爸妈从包厢里出来，后面还跟着江宇彻的父母。看到我坐在轮椅上，我爸妈都急眼了。江父立即训斥了江宇彻，向我爸妈道歉，说要给我撑腰。一轮拉扯后，所有人一起坐在包厢里，我像在法庭上一样平静，当着两家父母的面陈述了受伤的经过，以及江宇彻和林青青在婚房滚床单的事实。这些就是我要分手的原因。我妈气得往嘴里塞降压药，我爸怒火冲天，差点动了拳头。江父先在江宇彻脸上打了一巴掌，江母点头哈腰的不停道歉，而江宇彻仍梗着脖子说，只是借住而已，真没到你们想的那个地步。我承认没有考虑到洗澡的感受，做法也不妥，我认错道歉。他父母也一个劲儿责备他，求情说好话，想用误会和他认错来平息所有事情。我望向江宇彻，果然没有抓到现行，没人会承认自己的不堪。但你还不知道婚房里装有监控吧？本来还想给你留点脸，现在我觉得不必要了。话落，双方父母的手机同时响起消息提示，监控视频进了群。我冷声说出自己的要求，婚房太脏，我不想要。房款我家出了一半，装修和家具费用是我爸妈出的，麻烦折现给我爸妈。共同存款的流水我也打印好了，按我存的数额转过来给我就行。从此一拍两散。江家父母当场把江宇彻批一顿，要他跪下认错道歉，对我提出赔偿。江宇彻更是以一时冲动犯了糊涂来遮掩，我只搬出自己的职业。
起诉材料我已经准备好，2条财产分割并不过分，这是律师函。江宇彻，我们也可以法庭上见。谈判的过程不算愉快，但结果还不错。江宇彻和他父母手里的存款不够，薅空网贷也还差一部分，剩下的打了借条，签协议卖房卖车还款。我爸妈什么也没劝，只坚定地站在我身后。出酒店后，妈妈搂住我抹泪。我们回家。我突然觉得委屈极了，扑进他怀里哭起来。夏乐站在我边上，大声道：谁年轻时没遇到过渣男，幸好还没领结婚证。我抬头跟着他笑。那天我搬出了和江宇彻住的地方，除了我的私人物品，一切与他相关的东西都没带。江宇彻被父母责备了很久，最后他爸放下话，除了西西，你上哪能找到各方面条件这么好的女孩？不把她追回来，你以后也不用回家了。脑子一团浆糊。其实在跟林青青一时冲动完，他就已经后悔了。他很清楚林青青贪财爱玩，不是他能掌控的女人，否则早些年也不会分分合合，最后还傍了富二代甩掉他。这次回来也不是被离婚，而是想上位，被人家正妻逼得走投无路了。给他好脸色，多半是看他晒的那些朋友圈，全款买婚房，升职分公司总经理，想找他当个接盘侠罢了。他是昏了头才死撑着面子，想要林青青后悔当初抛弃他。他不想承认对林青青还有旧情，因为他知道黎希早有多好，就像黎明时冲破黑暗的曙光，好到他小心翼翼掩藏自己的卑劣，连那些撑面子的朋友圈都不敢公开。他以为昨晚的事不说就没人知道，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可事实却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短短几天，唾手可得的幸福就被他弄丢了。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打开门却没发现任何变化，心中一喜。宝宝，洗澡。没有人回应他。合影、情侣拖鞋和成对的物品都还在，离洗澡的物品却都不见了。他们之前感情这么好，一次争吵都没有。他还是离洗澡的初恋，他不信离洗澡能做到绝情。想到这，他立马去婚房找林青青。你现在就搬出去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林青青却扭着腰往他身上挂。怎么？你昨晚不够快乐吗？我的阿彻什么时候也学会用完就丢了？他窥视到近在咫尺的真空，又见识到离洗澡身上没有的风情与妩媚，再次沦陷进去。直到江父带着房产中介上门，一巴掌打醒他。我从律所辞职了，在家休养，正好也准备考法官的笔试和面试。期间，江宇彻的父母总换着上门送各种吃食补汤，他们也不说话，只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。经常我妈出去开门，已经不见人影。江宇彻每晚下班后都准时带鲜花或礼物上门，还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发小作文。我和他共同的朋友纷纷联系我，谈了这么久，婚礼都定好了，你真舍得分啊？爬山那回阿彻真有错，但他很有诚意在道歉的，差不多就法外开恩一回吧。我一律直接回复：出轨实锤，不可原谅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耳根子终于清净了。几天后，江宇彻忽然喝得大醉，半夜跑到我家楼下大喊大叫：宝宝，我已经跟他彻底断了，你原谅我行不？你嫌婚房脏，我们就重新买套婚房，或者我们就当重新认识，你给我重新追求你的机会也行啊。我直接报警，让警察把他带走了。可是第二天他又改了主意，给我爸妈送礼，贿赂夏乐帮他说好话。接连一段时间下来，我爸妈和夏乐都懒得骂他了，惹得我烦不胜烦，喊了夏乐推我上街转转。没想到会在咖啡馆遇到林青青，他吻别了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然后走向我。好巧，不介意我坐下吧？话音未落，他已经坐在我对面。夏乐家里从商，刚好认识他的金主，早摸清了他的底子。见他坐来，直接拍了桌子。西西，我们走，免得被一个惯三脏了眼。我按住夏乐的手，腿不方便，懒得挪窝，坐下吧。林青青笑道，这才对嘛，话不要说得太难听，都是你情我愿的，我也一样是自由恋爱。说起来，黎律师真是好手段，把阿彻的财产搞空了大半，可比我还厉害呢。我把人还给你了，他的条件不够格让我嫁。夏乐气鼓鼓的坐在一边玩游戏，我也笑了。本人没有回收垃圾的癖好。另外纠正一点，
我从江雨彻手上拿走的都是原本就属于我的钱财，他的钱我还不稀罕。林青青耸了耸肩，站起身，看你也不像撒谎的人，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跟他分手那天，他还是没忍住诱惑碰了我。不用谢我帮你避免一段悲惨的婚姻啊。言罢踩着细高跟走了。夏乐双眼喷火，问我为什么不打2巴掌解气。我摇头发笑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林青青说的也没错，如果不是他的出现，我这会儿应该跟江雨彻领证了。光想想都让我觉得恶心。大概我的情商真的有待提高，不然怎么没看出江雨彻是个渣男呢？我晃晃脑袋，把江雨彻抛在脑后，才发现再提起他，已经激不起我任何情绪了。在原定的婚期到来的前一天，我到医院去拆了石膏，终于能自由走动了。当晚，江雨彻也把剩余的欠款给我转了过来。两清了，明天当面把借条和协议作废吧。底下还附了个定位，流程上是该如此。我没有拒绝，第二天欣然赴约。可到了定位，却见江雨彻捧着大束玫瑰，周围气球、鲜花环绕。林洗澡小姐，我能以结婚为目的跟你交往吗？旁边的售楼中心走出来好几个人，围住我起哄。李女士，这位江先生真的很有心，他已经选定我们楼盘最好的户型，说是为你准备的婚房呢。答应他吧。江雨彻走到我面前，单膝跪地。宝宝，我卖了车和原来的婚房，爸妈也把老家的屋子卖了，只留下他们现在住的那套，另外给你买了婚房。你看这里的条件比以前那个更好，我们上下班也近，或者你喜欢哪里，直接告诉我，一切以你的意愿为准。房款和装修、家具家电的费用全都不要你出，所以能不能看在我诚心悔过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个考察期也行啊。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一向好面子的他做到这一步挺不容易的。说实话，以他的家庭条件，能拿出这份诚意算是很难得了。但是我却不为所动，心里没有半点波澜，只把包里的借条和协议拿出来，摆在他手里的玫瑰花上，转身走人。东西给你了，往后再也不见。他跳起来握住我的手腕，别走。洗澡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要怎样才能给我个机会？只要你提出来，我保证一定会做到。我扫了一眼他的手，松开。条件我可以给你说一个。他立即松了手，脸上全是欣喜。我笑了，让时光倒流，我就给你机会怎么样？江雨彻，有些错是不能犯的，至少在我这里出轨就不可原谅，你别费劲了。吃瓜群众都听明白了缘由，嘘声一片。江雨彻脸上的表情变换得很精彩，想发怒又隐忍的样子，像极了便秘。人群的窃窃私语中，蓦然响起一串娇笑。林青青站在人群里，挽着我上次看到的那个中年男人。我当这么多人围着是楼盘做活动呢，原来是你们在演追妻戏码。真巧，你们也看中这里的房子吗？听说户型好的所剩不多，我先不奉陪了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他没给江雨彻多余的眼神，依偎着新男友走开。江雨彻愤恨的目光盯着他的背影消失，又突然对我笑道，你是因为他才不肯原谅我的吧？他推了你让你受伤，我去帮你讨回来的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撞开人群向林青青追去，玫瑰散落一路。我听见林青青一声惨叫，完全不像只是摔倒。楼盘路边的绿化带设施还没有做好，林青青倒霉的撞上凸起的一小节钢筋，晕开大片鲜红。有人举起手机拍摄，陪他一起来的男人瞬间躲远了。江雨彻似乎已经癫狂，呸，活该，烂白菜一颗也好意思看不起我，害我丢尽脸面。边骂还边朝林青青又踢了一脚，保安冲过来制住他。我看见有人帮忙报警，就拨了急救电话。江雨彻听到我的声音向我看过来，洗澡，你可以原谅我了吗？都是这个贱女人勾引我，才搅得我们分手，原来我们多好啊，如果不是她突然回来，我们今天应该在办婚礼。我厌恶的瞪视他，少装疯卖傻，把事情往我身上推。你恨他，不就是因为当年他甩了你，回来后又耍你一次？关我屁事。带他到婚房里滚床单是你的决定，你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想报复又受不住诱惑，被耍也是你自己选的。另外提醒你一下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救护车和警车呼啸着驶来，
他扭头看了眼林青青，吓得脸色发白。林青青的样子惨不忍睹，右眼肯定没救了，有没有生命危险不好说。围观群众不少，还有人录了视频，笔录很快做完。江宇彻被警察带走了，事件上了当时新闻，我很不幸成为舆论重点。江宇彻父母找到我家，双双跪在门外求我想办法帮他，我只让爸爸帮忙去回复，我已经不做律师了。他们东奔西走，又去求了刚脱离生命危险的林青青，希望可以出具谅解书，还承诺把林青青娶回家，养她一辈子。可林青青往后只能带一眼，唯一引以为傲的相貌被江宇彻毁得彻底，抓住江宇彻最后踢那脚不放，坚决要求重判。1个多月后，舆论早被其他新闻替代，我正式成为一名法官，终于接近了小时候的理想。实习期结束，我独立审理案件那天，隔壁庭审的正是江宇彻。我穿着法官的制服，远远地望了他一眼，他似乎感觉到我的目光，扭过头。四目交接那刻，他又立马把头垂下，被法警带远了。8年刑期，罪有应得。林青青戴着墨镜与我擦肩而过，身上不见了往日的风华，却强撑起散漫高傲的姿态。李律师，哦不，现在是李法官了，恭喜你啊！你穿这身也挺好看的，让我都有点羡慕了。不过我真好奇，你连分手都好像不难过，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吗？我背对他笑道，女性之美，从来不需要男人来定义，女人的幸福，也不是一定要其他人给才能拥有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